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解冻猪肉切记直接用水泡。今天教大家一招，10分钟完全解冻，且解冻好和新鲜的一样，一起看看吧。今天本来不打算炒肉了，可一个电话打来，突然家里来客人了，眼看着饭点快到了，现去买肯定来不及了。相信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？这时想到放在冰箱中冷冻的猪肉，需要食用时直接拿出来解冻烹饪是最方便不过的。但很多人习惯用热水泡肉来解冻，但这种方法并不实用，而且会让肉的口感被破坏，导致营养价值降低。正确的解冻生肉的方法是以下这样：我们把肉放入一个大碗中，然后往冻肉上边均匀的撒些食用盐，跟着用手均匀的涂抹开，让猪肉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涂满食用盐，尤其是肉块的缝隙里也要撒进去食盐。加食用盐就用到了我们初中化学课中学到的盐化冰的原理了。冰水中加入盐，它的凝固点就会降低于0，冰就会快速融化，肉也就自然能够更快的解冻了。而且盐它还有很好的杀菌作用，可以避免在解冻肉时滋生细菌，减少肉质的污染，从而保持肉质的口感。大多数朋友在解冻肉时都会犯同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把冻肉拿出来后放在一边，让其自然解冻。这样看似合乎情理，但其实真不建议这样做。就算是在新鲜的肉，也不宜放在常温下4-5个小时。而常温解冻肉，它表面的细菌、微生物也会成倍的增加，这样解冻的肉吃起来对身体健康是没有益处的。关键是那样解冻的肉质吃起来也很柴，没有口感。所以常温解冻那一招是不可取的。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方法才是健康且快速有效的。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了，现在大家看看，用手按压猪肉已经有明显的凹陷了，说明肉已经在快速解冻了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方法是真的有用。但如果您觉得现在这个程度还很难切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这时我们往肉表面倒些白醋，用手均匀的涂抹开，每个角落都涂抹均匀。加白醋不仅同样具有降低冰点的作用，同时白醋还有很好的去腥作用。加白醋解冻好的肉新鲜没有异味，吃起来就跟鲜肉一样香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用量哦，不要加的太多。为了使其能够更快速解冻这时我们往里边加入温水，没过猪肉即可。很多人认为解冻肉应该放在热水里面，这样冰块可以迅速的融化。其实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。泡在热水里只是表面迅速升温，但是中间还是一大块冰块，这时传热效率低，短时间内是化不开的。泡得太久了，还会让微生物大量剧增。冷水泡着解冻的方法也是同样的，冷水会溶出各种的含氮物质，而且时间长了，水里也同样会有滋生的细菌，所以用温水是最好的。我们就这样浸泡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。哇，已经完全解冻好了。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真的有惊讶到我，太神奇了。现在我们把肉切开来看看。切开后的肉就跟新鲜的猪肉一样，切得非常的顺手。所以我们在解冻的时候别忘记了加入盐和白醋这2样东西，既可以杀菌消毒，让其更加的鲜嫩，又可以去腥，让解冻后的肉口感更好。各位朋友在家里需要解冻的时候，都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哦。现在我们将家里的锅烧热，把解冻好的猪肉皮上的猪毛烫一下，
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五花肉的另外一种吃法，简单蒸一蒸，上桌就抢光。第一步就是将五花肉猪皮烤焦，按压的力度不用太大，只要让猪皮和铁锅完全贴合就可以了。烫的时候呢，可以在锅的底部呢随意移动，不要总是在一个地方。这一步呢是去除五花肉的腥味，同时也将猪皮里面的猪毛给它去除。这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，直到把猪皮烤到焦黄状态时即可，就像这样。五花肉烤好了之后，然后放在温水中浸泡，这样烤焦的部分就会变软，然后用刀将它烤糊的部分给它刮下来。这一步是不能少的，不然五花肉呢会很难吃。刮到猪皮变成淡黄色呢就可以了，然后换水把五花肉清洗干净就行了。这样处理后的五花肉一点都不腥，用来做菜会非常的香哦。清洗干净的五花肉，我们一整块的装入盘中，记得每一块之间呢保留点距离，这样有利于受热均匀。然后蒸锅烧水，直接放入蒸屉上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碗灵魂料汁，4个小米椒切成小米椒圈，切好装入小碗中。再来几瓣大蒜，切块后剁成蒜末，这样蒜汁的香味呢更容易释放出来。然后将蒜末和小米椒放在一起，2根小葱对半切开后切成葱花，切好一起放入小碗中。这时在碗里边呢加入1勺芝麻蒸香，然后加入热油激发出香味，跟着再加入适量的食盐，少许的鸡精调味，1勺半的生抽，1点蚝油提鲜。这时再准备半个柠檬，我们将柠檬汁挤入碗中，这也是鲜而不腻的关键哦，酸辣开胃更好吃。现在将其搅拌均匀，一碗灵魂蘸料呢就制作好啦。这碗料汁呢要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加喜欢的调料，这样搭配做出来的口感才是无可挑剔的，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现在20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把蒸锅里的五花肉拿出来。五花肉的盘子蒸出了一些水分和油分，可以把它倒掉。把肉放到案板上，拿刀将五花肉切成一块一块，可以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这样看起来也好看，吃起来大小合适呢也不腻。切好后拿出一个盘子，把五花肉围成圈摆在盘子上，盘子中间呢留出一个空白区域，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料汁，美味即成。这样一盘好吃的蒸五花肉呢就做好了。看着简单，可是味道却不容小觑哦。蒸出来的五花肉保持了原本的肉香，吃的时候再拿来蘸一蘸蘸料，味道绝对不比红烧的差，一口一个真是太过瘾了。下酒下饭配馒头都不错，吃起来呢也不会觉得油腻，味道绝了。没试过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，这可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特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呢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